沈毅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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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弦乐弥漫，是谁迷失在黑暗？纷乱世界上演，黑白是非纠缠，谁都未能幸免。又要来捣乱了。子璇，画全是罗盘，它拨开一路尘缘夙愿。今天在家可不许捣乱了啊！在家乖乖等我啊！玩去吧。下列是期待已久的李木泽、肖雨玲、薛洛以及陈琴，来，大声告诉我他们组合的名字。轻一点，撩过我的视线，我等待回应表演，用沙哑的声线，呼吸间听到你说永远，你冰冷皮肤表面，却灼烧我的指尖，霎时只是化为浮雪。后台，剩下3个人呢？小的他们怎么没登台？谁允许你们随意更改彩排内容的？唐队，边走边说。这个演出中心被一个真人秀节目组租下，在录制一档音乐类的选拔节目。节目组规定，选手在录制期间不得随意离开。3名死者均属于一个叫 TPPT 的组合，这个组合一共有4个人。根据工作人员初步反映以及园区内的监控证实，案发当晚没有可疑人员进入过这间摄影棚。什么意思？他们住在摄影棚里？这种节目叫偶像真人秀，就是一些偶像组合成员住在一个屋子里，24小时观察他们的生活。现在还挺火的。走。听报案人说，今天是训练营第3次公演的录制。程队，
这个是1号死者，颈动脉出血呈喷射状，喷血的角度证明了1号死者原本面朝的方向。从喷溅血的状态看，死者应该是原始位置。这边是2号死者，2号死者颈动脉的血是直接喷到了3号死者的沙发上，大概这个位置，说明凶手作案的时候他是不在现场的，回来以后并没有发现同伴遇害，而是直接坐在了有2号死者血迹的沙发上，随后遇害。程队，报案人是经济助理，已经问过话了。今天是 TBBT 的第3次公演预录，但只到了1个人，叫陈琴。经济助理就来宿舍找另外3人，发现了案发现场。是他吗？对，就是他。他人在哪儿？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。我查看了演出中心和这里的10几个监控，目前没有发现证据证明他是凶手。这么多监控，什么都没拍到。目前的确是这样。这个案子可真是太诡异了。报案者还说什么？他说是鬼杀的人。鬼才行。李涵，你去把所有的监控再检索一遍。是。这个地方平时就他们几个住吗？没有别人？对。那他们平时的生活垃圾怎么处理？按照节目组要求，内务卫生全都是他们自己打扫的。园区清洁工每天早上会过来帮忙收拾走垃圾，还有粉丝送的礼物。因为这些东西平时都丢在玄关，所以今天的垃圾呢？都被清洁工收拾走了。蒋峰，去把垃圾追回来。沈毅呢？沈毅怎么还没来？哎，把这也带回去。好的，程队。你怎么才来？我早到了。这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一个人如果生前经历了恐怖的事情，本能的会因为极度震惊而睁大双眼。此时遇害，那么尸体会产生痉挛，瞬间的表情会被固定下来。可是你看他的表情，却那么平静。你是说3人死后的平静表情是凶手刻意为之？是将导致3名死者的眼睛都呈迷离状半闭合状态，所以看起来还有一种可能，这3个人是在精神高度松弛的状态下死亡的。剩下的我再回去做一个详细的尸检。杜超，你没发现凶手的犯罪心理很有意思吗？尸体的面部被特意涂抹过，这个过程让凶手得到了强烈的情感宣泄。他对这3名死者有极大的情感诉求。什么人会对这3个年轻人有这么大的恨意？监控怎么样？我又查找了一遍，还是没能找到作案嫌疑人。把当天晚上陈清的所有行动轨迹都调出来。好。4号监控拍到他们回来。
这里。接着，1号、2号、3号和7号监控拍到的。他们到这个区域之后就分开了，3个人去往客厅区域，陈琴自己回到房间。5号和6号监控之后被毯子遮住了，然后灯光突然灭了，半分钟之后重新亮起，但这时候1号和2号监控的方向就变了，拍不到沙发区域。客厅之后的画面我们就看不到了，但是3号和7号可以拍到3名死者偶尔去往洗手间，陈琴也多次往返洗手间。天亮后，清洁工清理门口物品，几台监控都拍到陈琴走出房间，直接离开宿舍，没有去往客厅。李安，麻烦你在匀速倒放一下。停。正序播放。陈琴在这个盲区里面待了大约1分钟的时间。可是1分钟，他能做什么呢？再放一遍。等一下，就这儿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他们所说的鬼吧？行了，鬼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。那你呢？我要去会一会那个唯一还活着的人。李安，得麻烦你帮我个忙。好。李涵，我进来了。好的，沈老师，我在监控里看到你了。沈老师，就是这里。我知道了。昨天晚上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睡觉，我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准备今天的公演。那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响？我只记得他们把音乐声音开得很大，特别吵，所以我睡觉会戴着耳塞。我确实什么都没听到，因为他们平时就经常玩个通宵。我们看了监控，昨天晚上你去了好几次洗手间，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没有，我是去打扫了。
他们喝多了就乱吐乱尿。他们弄脏了厕所，为什么你打扫？因为我是队长啊。经纪人之前嘱咐过我，怕万一有摄制组来突袭，要是被他们拍到男团的厕所这么恶心，公司又要骂我了，所以我不得不去。你小时候就演了不少戏啊，童星出身，怎么后来不拍了？我那个时候长痘、变声，个子窜得太高了，渐渐就没人找。那你既然是演员，为什么没有签约灵动传媒，成为 TBBT 的队长，还参加偶像训练营？我来参加这个节目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我。如果最后我赢了，我就一定可以有机会再去演戏。你很重视这次机会。对。既然那么重视，你又是队长，那为什么前几轮的演出成绩不是那么理想呢？他们都不听我的，而且他们都是富二代，觉得靠包装和营销就能轻松获得他们想要的。所以是他们拖累了你，然后他们就离奇死亡了。不，他们的死跟我没有关系。真的跟我没有关系。从昨天晚上开始，你就跟他们3个人没有任何的交集。今天那么重要的演出，你作为队长一个人出门，没有招呼任何队员，而恰恰就在这个期间，你的3个队员全都离奇死亡。你跟我说这一切都是巧合？是这个吗？对。沈老师，这个影子连头都没有，不会真这么邪门吧？是，我确实恨他们，我也巴不得他们是我杀的，但这事真不是我干的。凭什么相信你？这就是他们对我做的，我怎么敢惹他们？要是我能把他们仨都杀了，我还至于这样？我没有杀人。你再帮我放大另一个反光膜。好。再放大。你看，这是凶手的口鼻部位。这是口鼻。再放大点。这是嘴唇的部位，有高光点，荧光色，是涂的口红。可这口红的颜色也太怪了吧！这款口红的原料里面应该添加了荧光剂，是为了提高明度和饱和度的，这样呢显得肤色更亮。
但受环境光的影响，口红的颜色发生了改变，才会出现这样的效果。凶手是预谋杀人。警察同志，他们3个死了，我还得继续生活，您就别为难我了。我们在监控里发现，昨天晚上你最后一次离开洗手间，在走廊入口停留了整整1分钟，而那个地方又恰恰是监控的盲区，为什么没有直接回房间？那1分钟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犹豫。犹豫什么？想走，想离开训练营不甘。为什么？我觉得特别没有意思。我来这里是为了认真把这件事情做好。他们不是这样想的。他们仗着有钱有势有背景就可以随意的欺负我。我凭什么要忍受这样的对待？那为什么后来又不走了？因为我又想通了。毕竟第2天就要正式公演，我拼了那么久，他们可能都不在乎。但这个机会是我争取了很久才争取到的，我必须要再坚持一下，至少要完成今天的舞台表演。3名死者的毒理快检结果已出，确认死前吸食过大量大麻。一个人如果生前经历了恐怖的事情，死时遇害，那么尸体会产生痉挛，瞬间的表情会被固定下来。可是你看他的表情，却那么平静。这3个人是在精神高度松弛的状态下死亡。你的3个队友都吸毒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吸吗？我没有，但他们逼我吸过，我拒绝了，他们就打我打得更狠了。吸没吸，我们一查就知道。我是有明确目标的人，我想重新站在舞台上，让我的观众看到我。我很清楚自己来这里是做什么的。我和他们不一样。关灯。不对，金属光泽会产生类似偏光效应的反射。开主灯。关灯。不对，开主灯。关灯。开主灯。
关灯。口红颜色确定，去比对色号。好。林木河，22岁，是个富二代，纨绔霸道，背过不少寻衅滋事的行政处罚。肖雨玲是他的发小，也是他的小跟班，两个人在一起经常惹是生非。后来认识了张小伟，我在训练营的垃圾袋里面找到了一把带血的弹簧刀。 怀疑是作案工具，已经交给何法医了。我们提取了血液样本对比，确认这把刀就是杀害3名死者的凶器。凶器上的指纹不是陈琴的，对比了指纹库，没有发现前科档案。如果真的是因为泄愤，他们的伤口是不是有点太浅了？那是因为他们当时都吸毒了，动不了。我们在案发现场找到了3名死者曾经吸食过的电子烟。 经过毒理检测，里面确认是高浓度合成大麻素。一个体重约70公斤的正常男子，只需要吸食几口就会神经麻痹。所以第3个受害者回来的时候，并没有发现其他2个同伴已经被杀害了。死亡时间呢？查出来了吗？根据尸温推断，死亡时间和监控时间基本吻合，大约是在夜里的1点半左右。陈琴最后一次下楼是凌晨3点，那个时候死者已经遇害。 不具备作案时间。那凶手如果不是陈琴，他是怎么进入园区的？园区里还有没有什么隐蔽的出入口？我都查过了，没有。包括现场所有堆积摆放的这些玩偶，我们都做过痕检，没有隐蔽和藏身的迹象。 程队，我查到沈老师发现的口红色号了。这支口红的色号是 TBBT 跟品牌方做的联名定制款，在各大平台预售。我跟厂家也联系过，他们说除了给过经纪人方玲样品，还没有发过货。小凤，我们去找方玲。好。走，何法医。仓库里的这只长颈鹿。 检查过了吗？这个我摸过，内部空间很小，不太可能藏人。我需要看一下这个的实物。程队，方林的车目前停在灵浦酒店的地下停车场。我查了这个酒店的登记入住信息，有一个叫方飞的客人，资料显示是方玲的姐姐。 我怀疑他是用姐姐的身份证登记的入住信息。小凤，人跑了。 站住！甲方，
周吉敏。方林，你涉嫌一起杀人案。警察同志，我平时身体一直都不太好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间晕倒。我们请医生检查过，你晕倒是因为吸毒过量。偶像经纪人与顶流偶像在酒店吸毒淫乱，明天会是个大新闻啊！千万别，警察同志。这人你认识吗？这什么？昨天晚上，你的3个偶像在训练营里被杀了。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我。我们发现凶手在行凶时的口红颜色是你的独家联名预售款，市面上还没有发售。你是他们的经纪人，可以随意出入园区。我们还查到，你用毒品控制他们。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我知道凶手是谁，我知道他藏在哪儿。在哪？这什么？这个是凶手。你们信我，真的是这个玩意闹的。我本来想最后一次用它了，只要 TPPT 出圈，我就请个大师把它送走。但我没想到，他们已经被反噬。被小鬼带走了。别说那些封建迷信，这事儿跟你到底什么关系？李大江给我融了一大笔的资金捧他儿子，红不红都不要求，我哄着点怎么了？我只管花钱捧人，伺候好金主，不是我应该做的吗？至于口红，我给过他们几个，他们送给谁就不知道了。哎！求求你，你让我把他带走，让我带去找大师，好不好？把他带回去。走。没人能阻止他，我们都会死，都会被自己的愚蠢杀死。吸毒吸的脑子都吸坏了。兄弟，那这个东西拿回去啊？啊？怕什么？我们警察只讲科学。陈队回来了，张局叫你去他办公室一趟。张军，您找我。哎，来了。哎，瞧我这乱的没地儿坐。哎，要不你坐这儿吧？不，您坐就好，我可以站着。哎，说点正事儿啊。训练营那边什么情况？取证都结束了？差不多了。是这样哈，这个电视台呀找到了宣传部门反映，说现在训练营里边人心惶惶的，传什么的都有。然后这个节目呢也播了几期了，现在突然停播的话，就怕社会舆论上面再有什么别的，所以他们就说来问问咱们，如果情况允许的话，能不能解封，减少这个案子的负面影响？当然，肯定一切都以案子为主啊。行。我去找法医和痕检再确认一下。好，
要是不行的话，你跟我说，我找他们去。好啊，谢谢张宇。要不我帮你弄？你那儿都收拾完了？还没有。怎么把长颈鹿拿来了？你看这个，如果凶手以这个姿势，就可以藏进长颈鹿的内部。我今天把长颈鹿的内部结构画了出来，然后尝试了几种可能性。你再看这个，还记得我们在监控视频里面看到那个影子吗？我又回了一趟现场，根据现场的光源对比，我找到了这个影子的反光点，就是角落里的不锈钢冰桶。这个怪物的形态和长颈鹿内部的结构是吻合的，所以说明凶手很有可能就是把自己藏到了长颈鹿的内部，然后再爬出来行凶。可这种姿势，正常人根本无法做到。如果说凶手的关节天生就比较柔软的，我逐帧提取了凶手各个角度的剪影，把它们组合起来，再加上一点人体结构学知识，凶手的体态大概长这样。当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，剩下的那个，就算再难以置信，都是真相。所以，按照你的推测，凶手是躲在长颈鹿里，被摆在玄关，然后等到摄像头被遮盖或翻转以后，再从里面爬出来，然后绕过沙发，把3个已经没有行动能力的人杀死。对。那凶手怎么知道摄像头会在什么时候被翻转或遮盖？他又怎么知道那3个人什么时候失去行动能力？程队，这个还挺牢的。哦 ，TVBT 宿舍的这些玩偶啊，都是粉丝会送的，由场工负责搬进宿舍。场工说，这个长颈鹿是案发当天送进去的，还说比其他的玩偶要沉。查到具体是谁送的吗？这个礼物是直接出现在园区门口的，没见到人。去问一下粉丝会，查一下这个长颈鹿是谁送进来的。明白。根据粉丝会提供的信息，我查到购买长颈鹿的那名粉丝叫小蛋壳，本名袁招娣，陈琴的忠实粉丝，在粉丝团中表现比较激进，性格内向。袁招娣，袁招娣，袁招娣，
点着地。想逃离这冷漠的清晨，拥抱你的余温，快要融化我。就在这妄想的漩涡，煽风点火。深渊弥漫，是谁迷失在黑暗？分了世界上演，黑白是非纠缠，谁都未能幸免。就让手中画笔去穿针引线，解构尘世间迷惘沦陷。笔尖虽无言，却揭开人心虚情假面，寻灵魂真相。说善恶之源，长风再遥远，也无法淹没被深藏的答案。就算乌云漫天，仍要失望彼岸真相。才是终点，画圈。